我怀孕了。滚！你走，你走了以后就别回来。从今往后，你就是个孤儿，你就再也不是守我的女儿了。小姐，董事长给你的。这是你母亲的遗物，10几千万，以后就是没钱了也不准回来找我，就当我没生过你这个女儿。快进屋。小可爱，冷不冷啊？啊？让我看看。我们离婚吧。我没听错吧？你要和我弟离婚？杨欣怡，你不是一直都是我弟的舔狗吗？这好不容易当上了大画家的老婆，你还真舍得离婚呀你？有些人啊，最好是真的打算离婚，别嘴上光说说，真到了离婚的时候啊，又是哭爹又是喊娘的，不同意。放心，我既然说出口，就一定会同意。是不是爸爸妈妈离婚了？周阿姨就能当我的妈妈了？杜花花，你说什么呢？周阿姨是总裁，也有钱，也不会说我学习不好，也不会不让我吃零食。上次还给我买了最新款游戏机，可好玩了。闭嘴，花花。让他说。奶奶和姑姑说，只有像周阿姨这样子的有钱人，才适合爸爸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妈妈，你连嫁妆都拿不出来的穷鬼，配不上爸爸，配不上爸爸。够了，妈，你们先带他上去，我和他说。芳芳，走吧。儿子，他好不容易同意离婚了，你就赶紧去把这事情办利索啊！放心吧，我有分寸。你知道你自己刚才在说什么吗？啊？知道。知道你就说。是，做了一大桌子菜，我没回来陪你吃团圆饭，不高兴了是吧？自己弄一桌子菜确实辛苦，但是今天情况特殊，计划临时有变，我也没有办法呀。临时计划有变，就是你们一大家子去和周佳琪吃饭是吗？回来的路上碰上佳琪，他非要请妈吃饭，还去摘星楼，我不能驳人面子吧？而且你也知道，咱妈一直都想去摘星楼，那不是有钱就能去的呀。佳琪交的可真亲热，那他明明知道欢欢学习成绩差，还故意给他买游戏机，你怎么说？不就一个游戏机吗？孩子是你带的，欢欢学习成绩差，都是因为你。好啊，女儿是我一个人的女儿，她的学习生活你都不用管，你说的都对。非要闹是吧？杨欣怡，你天天不上班，在家里好吃好喝供着你，多少女人想过你这样的生活？你有什么可不满？杜明浩，我们还是来谈谈离婚协议。你非要离婚是吧？行，那你就净身出户，一分钱你也别想带走。那你就净身出户，一分钱你也别想带走。好，那抚养权也是我的。可以。好，那从今往后，你别想再见欢欢一面。我都答应。你没有把这吧？杨欣怡，你就非得离婚是吧？啊，你别忘了，当初你一个孤儿，连1毛钱嫁妆你都拿不出来，要不是我可怜你，你现在还在街头流浪呢。是，没有爱的婚姻跟坐牢没有区别，我不想再这么过下去了。没有爱？你怎么敢呢？你敢说你不爱我？当初要不是我喝醉酒，错把你当成了佳琪，让你有了身孕，你有什么资格在这个房间里跟我说话？你有什么资格当一个拖太太？杨欣怡，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
你到底爱不爱我？你要是回答的让我满意，我可以不跟你离婚。现在我爱不爱你还重要吗？杜明浩，当初是你说你已经不爱周佳琪，是要对我孩子负责，我才……够了！我什么时候对你和欢欢不负责了？你少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离婚吧。行，离就离，现在就离。杜明浩、杨欣怡，怎么，后悔了？那这样，你现在跪下给我磕头认错，我可以考虑不跟你离婚。毕竟，你是欢欢的亲妈妈。让跟你结婚8年的妻子，给你跪下磕头认错，真有你的！我这是在给你机会，给你脸你得兜着，别给脸不要脸。行，杨欣怡，你别后悔。杨叔，你要是想心怡的话，就去把她接回来吧。小丫，你看我只是资助你上了几年学，你都知道逢年过节的来探望我。这个死丫头呢，一去不回就是8年。你看我这个首付啊，大过年的就冷冷清清的。不过我也不是不能去看看我孙女啊。如果那男的一家对我女儿好的话，我看在孙女的面子上，也不是不能接受他们。那我送您过去吧。不行，你那个车太高调了，我得低调，这样才能看出那一家对我女儿的真实态度。走吧。妈妈，你真的要走了吗？欢欢舍不得妈妈吗？不是，妈妈走了，周阿姨就能当我的妈妈了。欢欢想让周阿姨当我的妈妈。恭喜你啊，马上就要有新妈妈了。好耶，欢欢要有新妈妈了。我们欢欢呀，可是大画家的女儿，就该配佳琪那种事业型的女强人。哼，像那种孤儿的妈妈呀，哼，简直是丢人。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吗？我姐说的没错呀。本来就是嘛，你一个孤儿攀上我儿子这个大画家，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可是你自己不珍惜，哎，闹着跟我儿子离婚。现在啊，可没机会反悔了。放心，我绝不反悔。你干什么？谁知道你有没有手脚不干净偷拿我们家东西啊？我要检查。就是，既然答应了净身出户，那就得好好检查检查。不能带走我儿子一个子儿。行，你们查。算你识相，没有偷拿我弟的东西。这也是妈妈你的东西。这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生日礼物啊！我才不喜欢这破布娃娃呢，我喜欢周阿姨给我买的游戏机。周阿姨，欢欢想周阿姨啦。伯母、姐姐、浩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门锁着，你是怎么进来的？哟，嫂子在这儿呢。这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家里新请来的保姆呢。
什么区别呀？要我说她是保姆呀，都是抬着头。我问你，大门锁着，你是怎么进来的？你喊什么呢？密码是我给他的，你有意见冲我来。原来如此，你是家里的男主人，你把大门密码给谁，我能有什么意见？你跟谁阴阳怪气呢？哎呦，好了，浩哥嫂子，你们别为了我一个外人吵架，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我挑拨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呢。哎呦，佳琪，你看你说的哪个话呀？你才不是外人呢！这家里唯一的外人是他，杨心怡。对呀，而且当初明明是他破坏你跟我弟之间的感情，他才是小三。要不是他的话，你跟我弟早就在一起了。伯母姐姐，你们别这么说，有情人终会成眷属。我和他已经离婚了，这一次我一定不辜负你。真是恩爱啊！既然你们这么恩爱，那为什么当年他是个穷小子的时候，你不跟他在一起？你什么意思？当年要不是你跟那个富二代在一起，他杜明浩会喝醉酒跑到我的床上吗？够了，这些事儿和佳琪有什么关系？不关周佳琪的事儿，那为什么在你最穷困潦倒那2年，他周佳琪毫无踪影？等到我陪你吃够了苦，你成了知名画家，他周佳琪才重新出现在你面前。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个穷小子，因为我配不上他，不行吗？你也知道你是个穷小子，我陪你吃了整整3年的苦。就算你跟我儿子吃了3年的苦，又怎么样？那后来我儿子发达了，你不是跟他享福了吗？我享福？之前杜明浩没钱，一大家子住在廉租房，所有的家务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后来他有钱了，我说请个保姆，你们说什么你们都忘了吗？你们说请保姆多浪费钱，家里有你们，你们会把家里收拾得妥妥帖帖。可后来呢？你们有做过1件家务吗？这么大的房子，所有的家务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你管这叫享福吗？你干点活怎么了？这些年我没给过你钱吗？你有什么可不满意的？你给我的钱，我有1分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吗？杜明浩，你要不要睁开眼睛好好看看我身上穿的是几年前的衣服，有没有给自己买过1件首饰？我给你钱，你不往你自己身上花，你怨谁啊？就是，你看看你，哟，天生就是个穷命，你能赖我儿子吗？杜明浩给我的零花钱，难道不是你拿走打麻将，他拿走吃喝玩乐了吗？我花我儿子的钱，天经地义。啊，你花你儿子的钱，我无话可说。那他呢？一个30多岁的老女人，不工作不结婚，整天赖在弟弟家，用弟弟家的钱还让我伺候他。你说谁老女人呢？老娘跟你拼了！我。你当初嫁给我弟的时候，可是1分嫁妆都没有拿得出来啊！这些年你吃的喝的用的可都是我弟的钱。当初要是佳琪嫁给我弟的话，肯定能够拿出来不知道多少嫁妆啊！就你这种穷鳖啊，你还有脸在这数落我？我呸！你竟然就看着他这么打我吗？你不是爱斤斤计较吗？怨不得我姐。现在你给他道歉，这事儿就过去了。你竟然还让我道歉，杜明浩，你真是无药可救。我无药可救，无药可救的人是你。我给你台阶你都不知道下，那就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了。我告诉你，今天我给你买的东西，你一样你也带不走。我拿你什么了？你拿我什么了？箱子里的每件衣服全都是我给你买的，你都得给我留下。你一定要做这么绝吗？对，就这么绝。现在可以了吗？不可以，你身上穿的也是我花钱买的，给我脱掉，脱得干干净净的，给我滚出去！你的意思是，外面在下雪，你让我脱干净滚出去是吗？没错，今天你就是冻死在外边，那也是你自找的。好啊，我脱。可以了吗？
你也应该把我送给你的东西还给我。这些年你吃我的用我的，你拿什么给我呀？你不记得了？也是，你怎么会记得我送给过你什么东西啊？玉佩，我给过你一块玉佩。咱们结婚，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你，这个玉佩就当做定情信了。我一定好好珍藏。还给我。你说的是这个玉佩吗？这玉佩怎么会在你那儿？当然是浩哥送给我了。当时我就随便夸了一下这个玉佩还蛮好看的，浩哥就送给我了。对不起啊，心怡姐，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你们的定情信用。钟明浩，难道在你的眼里，我送给你的东西就这么一文不值吗？随随便便就可以送给别人？这块破玉佩，你要那么稀罕，我还给你。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你竟然像扔垃圾一样！一个地摊货，你至于吗？就这破玩意儿，10块钱能买3个，碎了就碎了，你在这儿矫情什么呢？就是，你该不会说这个东西价值几千万，想讹我们吧？心怡才不会是那种会讹人的人。哟，这是哭了？我给你们别来！你在这撒泼，你给我滚出去！小姨，爸，你被人欺负成这样，你也不知道回来找你老爹。爸，我还以为你对我彻底失望了。再怎么失望，你也是我女儿呀。你就是杜明浩，我女儿嫁给你8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竟然大过年的就这样把她赶出门，你还是个人吗？这老头子怎么感觉这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女儿，她不是个孤儿吗？哎呀妈，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呀，有些女的从小就缺少父爱，就喜欢认一些老男人呀当爹。这白天呢叫干爹，晚上到床上就叫老公啦。我说你为什么非得跟我离呢？原来是跟这老男人好上了。心怡，你糊涂啊！浩哥年轻有为，哪一点比不过这个骑电瓶车的老头子？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这是我爸！哎，对，当然是你爸了，干爹嘛，我等。你给我放尊重点，随意攀污他人父女关系，这就是你杜家的家教？你个骑电瓶车的死老头还配我尊重？还家教？你也配？别动我爸！姐，放了你！放了你！杨心怡，我对你太失望了。出轨老男人不说，还能对我姐动手，这些年真是太惯着你。对，打他！这样他不知好歹的啊，还敢跟我动手，简直反了天了！呀，儿子，爸，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当初我就不同意小姨嫁给你，这么多年过去，我以为你对小姨好，打算接纳你们一家，谁料到你们竟是一家子的畜生！谁需要你个老东西接纳？正好，反正我俩也离婚了，像他这种二手货，配你这个老东西，刚刚好。啊！儿子，你没事吧？浩哥，还敢口出狂言！本来想着骑电瓶车装成普通人，要是你们不嫌贫爱富，对我女儿好，我就把家业逐步交给你。可现在看来，你不配。离了婚正好，跟爸回家继续当你的大小姐，咱不受这份窝囊气了。还家业，大小姐，你骑个电瓶车你还装上了，真拿自己当海城首富了是吧？等等，
你该不会是国安集团那位神秘的董事长，海城首富杨国安吧？如果你是海城首富杨国安，那你岂不是首富之女？没想到最有眼力劲儿的，竟然是你这个小三。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是首富的女儿呢？妈妈是有钱人吗？是不是配得上爸爸了？周阿姨就不能当我的新妈妈了？不可能，她明明就是个孤儿，怎么可能是首富的女儿？还有这个死老头子，骑个电瓶车再吹2句牛逼，就真成海城首富了吗？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岂不就是世界首富？没错，我姐说的对，你要真的是海城首富的女儿，当初干嘛提一个破箱子嫁给我呀？佳琪，你肯定是认错人了。也是，海城首富从来没有公开露面过。我也是上次巧合之下远远的见过一面，说不定真的是我认错。什么说不定啊？佳琪呀，肯定是你认错了。他要是首富，我倒着吃屎。好耶，周阿姨又能当我的新妈妈啦！你这个孩子到底能不能弄清谁是你妈妈？我喜欢周阿姨，只有跟着周阿姨才能过好日子。妈妈是穷鬼，欢欢讨厌妈妈。爸，算了吧。怎么能算了？你看这个孩子，欢欢讨厌妈妈，妈妈是穷鬼。就当我从来没有生过这个女儿。我杨欣怡和你们杜家所有人从此恩断义绝。恩断义绝就恩断义绝，谁怕你不成？这可是你亲口说的，你别后悔。将来跟这个老东西过不好，可别哭着回来求我。以前是我蠢，才会不听我爸的话嫁给你。爸，我们走。好，爸带你回家。哎，用不用我送辆新的给你们？就这个破车，等你俩骑回农村，天都黑了。哎呀，行了，爹，管他们干什么呀？咱们进屋暖和暖和，走。爸，我来吧。算了，一个电动车不要就不要了。董事长，大小姐，何叔，董事长让我来接你。大小姐，欢迎回家。我的大小姐，我们回家吧。爸，好了，别难受了，走。多车车，妈妈和老男人上了灰色的车车。那电瓶车坏了，可不就得打车吗？别看了，快过来。可是妈妈上的是欢欢手里这辆车。怎么可能？这可是迈巴赫，好几百万一辆的，很贵啊！迈巴赫，迈巴赫！你这孩子是不是玩玩具玩魔怔了？哪有迈巴赫呀？肯定是你看错了，你自己好好玩，别打搅大人说话。回去吧。爸，这才是我女儿该有的样子。知道错了吗？爸，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就要认罚。要打要罚我都认。好，那我就罚你不依靠家里，自己出去闯一番事业回来。这期间的衣食住行我全包，但我不会额外资助你1分钱。就这么简单吗？嘿，你个臭丫头你！哎，算了算了，回来就好啊。就是可惜，我妈给我的玉佩被他们给摔碎了。吃一堑长一智吧。等离婚冷静期过了以后，不允许再跟那一家人有任何的瓜葛。只要他们不继续骚扰你，玉佩的事就算了，全当你母亲在天之灵保佑你了。嗯，都听爸的。哎，对了，你那帮朋友都知道你离婚了，出去聚一聚，找人说说话，聊聊天，心情会好一些啊。好，去吧。董事长对大小姐真是用心良苦啊！大小姐在外面打拼一番事业，再进入集团，公司的那些老家伙们对大小姐就不能再说什么不是了。没办法呀，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只是咱们真的就
就这么放过杜家？欺负了我女儿，没这么简单，好好给她一个教训。是。大家都搬走。小老板，为什么撤我话啊？咱们不是一直合作的好好的吗？杜大画家，要怪只能怪你家风不正，品行不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继续搬，继续搬。那我到底得罪谁了呀？你自己想去吧。张老板，这姐，我就闹不明白，我会得罪谁呢？爹，你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一定能想得出来的啊！我能不着急吗？我所有的话全都被封禁了，我都不知道我得罪谁了。行事更快。我不是。干妈，哎呀，你终于离婚了！这些年我都以为你死了，一次都不出来和我们这群发小聚。我的，我自罚3杯。哥，倒上。可以。怎么说啊？我们这群人大学毕业之后就很少聚在一起了，要不年轻放纵一下？循着光轴的方向，把你遗忘回成。杨心怡，她怎么在这儿？她居然会唱歌，而且还唱得这么好听，之前也没听她唱过呀。等等，家风不正，这画廊老板说的该不会是她在这卖唱吧？好，哎呦，美女！你他妈唱什么呢，杨心怡？你都是当妈的人了，跑到这种地方卖唱，你丢不丢脸？心怡，你没看到吗？杜明浩，他就是你那个该死的前夫啊！前夫？这美女离婚了。美女，她配不上你，跟我在一起吧！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俩还没拿离婚证。我告诉你，一天不拿证，你一天还是我老婆。都他妈看什么看啊！全都给我滚！我的客人，杜明浩，你发什么疯啊？我发疯？你看你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啊！跑到这样的地方卖唱，丢的是我的脸！啊，我知道了，肯定是有人觉得你前妻是一个卖唱的，所以呢看不起你，这才下了你画廊里的画。没错，杨心怡，就因为你，我所有的画在全城都被下架了，你要负责任。你的画被举报下架，关我什么事儿？你怎么不说是你自己坏事做多了遭报应了呀？我遭报应，最该遭报应的是你，你才应该下地狱呢。要不是因为你，我的事业会受阻吗？我告诉你，今天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如果你还敢出现在这儿，我就弄死你！我们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要听你的话？而且我就在这唱首歌，怎么就丢人现眼了？少他妈跟我废话，杨心怡，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但是我告诉你，只要影响到我的事业，影响到我赚钱，养不了欢欢，你就是罪魁祸首。他哪管欢欢呀？他不过就是一个连自己亲生女儿都不管不顾的人渣。你打我，杨心怡，你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以前看在你是杜明浩姐姐的份上，对你诸多忍让，可现在我们已经离婚了，你算什么东西啊？杜明浩他又算什么东西啊？我早就打定主意不跟你们继续纠缠，可你们非要跑到我面前来闹。以后你们要是再敢出现在我面前，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两个我打一双，给我滚！我反了！你看你娶个什么好老婆啊？你还不赶快好好教训他，不然他得翻了天呀！你还愣着干什么？打呀！离婚冷静期，你们两个还没抢离婚证呢！你打自己的老婆，我看今天谁敢拦着！啊！是你，爸，他学习成绩真的很好，你就资助他吧。好久不见，
什么又是谁呀？好你个杨新一，前脚一个老头子，现在又弄个修理工来，你到底给我戴了多少绿帽子啊？到底给我戴了多少绿帽子啊？我跟心怡是老同学，你不要污蔑他。心怡，叫的挺亲密呀，你还敢说跟他没有一腿？可真有你的呀！别说我问心无愧、清清白白，就算我跟他真有什么，也用不着你一管。我们已经离婚了，咱俩可还没拿离婚证，现在叫离婚冷静期。你简直有病！懒得跟你多说什么。田瑞涵，你走，别理这疯子。站住！我让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怎么了啊？杨心怡，你怎么着我不管，但是你必须跟我去一趟话痨，和那个老板解释清楚，你不是卖唱的，绝对不能影响我的前途。你再动他下试试。我们走。刚刚谢谢你啊，如果不是因为你，我还不知道我前夫要怎么纠缠我呢。你没事就好。话说你怎么突然去工地打工了呀？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你开了一家小公司啊。我懂，这年头生意不好做，公司倒闭了，你也别难过，总有一天你会东山再起的。那就借你吉言。对了，我听杨叔说你想创业，你想好要做什么了吗？要不要我帮你？已经想好了，我要做直播。直播？对，直播一本万利，能够快速积累原始资金。等我攒到一定的钱，我就从台前直播转到幕后，开公司培养网红。确实，直播不需要成本，现在网红经济发展得很好。你长得这么帅，等我以后开公司了，请你做网红啊！那就祝杨总马到功成。哎，我车到了，送你啊。我还有事儿。我懂，夜班是吧？那我先走了。严总，你怎么还穿着去工地的衣服呀？这跨国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赶紧去换衣服呀！海城的新贵穿成这样，不知道的你要去工地搬砖呢。工地搬砖也不错。你傻傻热情的贴近，穿过多少城市为了他，只因为他淋湿了自己。谢谢一路同行的礼物。够了，你已经刷了几十万了，别再刷了。你知道。谢谢。那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一路同行。严总，这份资料您看一下。爸，快看，是妈妈在唱歌。还敢去卖唱？那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一路同行。杨心怡，你够了！还要丢人现眼到什么时候？马上停止你的卖唱，马上下播，听见了吗？别给老子丢脸！画家杜明浩，这是那个新晋的天才画家杜明浩的账号。天才画家，我看是有病画家吧？人家小姐姐好好唱歌，上来就骂人家。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碰我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动我手机？
怎么了呀？浩哥，你跟欢欢吵什么？他还是个孩子。周阿姨，爸爸凶欢欢，欢欢讨厌爸爸，欢欢只是喜欢周阿姨。谁有你喜欢？跟你那死妈一个德行。行了，父女俩有什么好吵的？欢欢，你先上楼，周阿姨劝劝爸爸。你看杜欢欢给我干的好事。心怡怎么在直播啊？而且，浩哥你怎么还拿大号评论？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心怡，身为你这个知名画家的妻子，怎么能这么抛头露面呢？这不是给浩哥丢人吗？杨心怡，这可是你自己给我送的机会，那就别怪我趁你病要你命。要是有你懂事就好了。这个人杨心怡成天给我丢人现眼，要不是因为他丢脸，我的画整会被下架。还有，她不是我妻子，是我前妻。好，是我说错话了，前妻。但是他怎么还在播呀？看来是没把你说的话放在心上。要不你赶紧打个电话给他，让他赶紧停播。对呀，还是你聪明。他还敢挂我电话？那要不我们直接去找他？关键我现在不知道他住哪儿。这样，把你账号给我。你这是要干嘛呀？我用你的账号，让他赶紧停播呀。用我的？我好歹也是一个公司的经理，这要是被人扒出来了，我还怎么上班啊？这蠢货自己出头就算了，别牵扯我。没事的，你也不是公众人物，没人会扒你。杨心怡，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马上下课。就算你自己不要你也要考虑你女儿吧？难道你想你女儿被全世界去嘲笑，她母亲是一个直播卖唱的擦边女吗？什么？主播这么好看，都是孩子的妈了？人妻，嘿嘿，我更爱了。这个账号说话怎么跟那个画家杜明浩一样？不会是杜明浩换了个号来吧？别以为你换了个号就能隐藏自己的身份。杜明浩。浩哥，这事儿不能在网上说，咱们还是找杨心怡私下说清楚吧。既然大家都知道，那我也不隐瞒。我是画家杜明浩的前妻，已经离婚了，现在靠自己的才能挣钱，打拼自己的事业。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我堂堂正正的靠自己能力挣钱。杜明浩，你到底觉得有哪里丢人？还是说你本来就三观不正？我的直播间不欢迎这种人，请你出去。主播说的对，靠自己挣钱没什么丢人的。什么狗屁前夫，这种男的就是自己过得不如意来眼红前妻。传知名画家杜明浩，我呸！我看谁还买他的画。他简直就是疯了，在直播间里说那样的话。对，杨心怡一定是因为跟你离婚，对你一直怀恨在心，所以想故意破坏你的名声。不行，绝对不能让他再播下去了。喂，妈。马上让你认识的人都去杨心怡的直播间，一起举报他，让他赶紧下播。杜明浩，你举报我的直播间有意思吗？我之前跟你说过，是你自己听不懂人话，你怨谁啊？还有，我再告诉你最后一步，以后不准再卖唱，否则我看到一次我就举报一次。你有病吧！我告诉你，我的画一天不重新上架，你就别想好过。只要我过不好，你也休想过好。你的画被下架关我什么事儿？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啊？还不认识吧？你承不承认不重要，总而言之，你必须跟我去一次画廊，亲自跟那个老板道歉。赶紧说，你到底住哪儿？想知道我住在哪儿？做梦！杜明浩，我告诉你，无论你用哪种方式，都没办法阻止我拥有更好的人生。杨心怡，喂。他居然又挂我电话。浩哥，既然他杨心怡不说，我们就打直播公司的电话问，不就知道他住哪儿了吗？正好我跟他们直播公司也有合作。怎么今天就播了1个小时就下了？不行，
他不知道一路同行是我，也不知道我在看他直播。如果我这么问，不就露馅了？算了，去他家看看。这可是海城最好的房子，他杨欣怡怎么能住这儿？谁知道他给我戴了几顶绿帽子，肯定是他奸夫的房子。走，跟我捉奸去。你凭什么拦我？我进去找我老婆的。你不是这里的业主，我就是不能让你进去。带着小三找老婆，谁知道你是来找老婆的还是来偷东西的？真把你们狗眼看清楚了！见过开宝马来偷东西的小偷吗？开宝马了不起？我告诉你，住在这里面的连保姆管家开的都是奔驰宝马，你算什么东西？狗眼看人低你！严先生，您来了，快点进。是你个打工仔，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人家严先生经常来，是我们业主的晚辈，谁都跟你似的。严先生，您认识他吗？不认识。哎，他就一打工仔，他能有什么长辈住这里边？让我进！干什么干什么？滚啊！你算了，浩哥，他们这些保安就是狗眼看人低。他就是看我买不起这儿的房子。没事儿，等你成了有名的画家，你一定买得起这里的房子。等我好起来，天天让他给我看门。现在的当务之急，你们是要想办法怎么进去。杨欣怡那个奸夫都进去了，你得赶紧想想办法。这肯定是他那奸夫的房子，真有你的杨欣怡，那奸夫的房子里又会另一个奸夫。今天我必须拆穿他，让他再也勾搭不了男人。走。最快解封我的直播间也要3天。欣怡，你怎么来了？我来找杨叔，结果发现他不在，我听到楼上有动静，我就上来了。你直播间出事了，要不要我帮忙？不用了，你现在自己在工地打工，情况也不好，也帮不上我什么忙。其实我不是。哎，对了，我爸过2天生日，要不你陪我去给他挑个生日礼物吧？好，走吧。杨欣怡，杜明浩，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还有，你们俩这是什么造型啊？你少管！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指不定是你哪个干爹的家呢，我都有点佩服你，在一个奸夫的家里约会另一个奸夫，可真有你的杨欣怡！是不是上次我对你教训还不够啊？别为了不值得的人脏了自己的手。杜明浩，我不管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只是请你不要一口一个奸夫。欢欢跟着你这样的父亲，以后只会找回。我这样的父亲，欢欢有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妈，那才是最可悲的。哎呀，浩哥，这肯定是他一个奸夫的家。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那他肯定就包养不成小白脸。谁说不是呢？杨欣怡，你今天必须跟我去画廊，跟那个老板道歉，要不我就把你包养小白脸这个事儿给你捅出去，到时候我看你怎么收场。这里就是我家，我不知道你要把这件事情捅到谁面前。还有，严瑞涵不是什么小白脸，他是我父亲的资助对象，来套娃我父亲的。杨欣怡，你说你一个孤儿你还装上了？你哪来的爹？这房子指不定是你哪个干爹的吧，但是肯定不是上回骑电瓶车那个的。欣怡啊，你说你找了这么多老男人，你不觉得恶心吗？那肯定恶心啊！但凡要是不恶心，也不至于包养小白脸啊！你简直无药可救，我跟你没什么话可说。让开，我要回去。不行，今天你必须跟我去画廊，亲自跟那个老板道歉，要不然咱就在这儿耗着，等你那个老奸夫回来，我看你怎么办。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是谁？看你们，这肯定就是那个老奸夫。肯定是，你看他手里的那个钥匙，看来这个别墅肯定是他的。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胡说，别管他们，正好我要用车，车钥匙给我吧。啊，哼，向心怡，你还不承认呢？这样的豪车，说给你开就给你开。老东西，你要真喜欢个18岁的小姑娘，我也能理解。这30多岁人老珠黄的你也喜欢，你什么品味啊？哎呦，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不过这位大爷，你就算包养杨欣怡当小情人，你也不能容忍小情人包养小白脸吧？什么小情人、小白脸？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这都摆在你面前了，还看不明白吗？这个油头粉面的小子就是杨欣怡包养的小白脸。什么？你们什么时候的事儿？
何叔，你别听他们胡说，我跟严瑞涵之间什么都没有。严瑞涵这名字怎么越听越耳熟？总觉得在哪里听过。真的？真的？你到底还要我怎么说？杨新怡，现在知道怕了，晚了。这老东西已经知道你俩的事儿了，待会儿你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要我说，心怡，你就赶紧给浩哥扶个脸，道个歉。以后呢，再给欢欢当个好榜样的妈妈，浩哥也不会真的让你饿死在街头呀。就算他饿死街头，我也不会管的。但是就一样，说什么你也不能去干卖唱的勾当。哎，不是，你们两个到底谁啊？他就是心仪那个人渣前夫。没错，我就是杨心怡的前夫。现在我亲口认证，杨心怡就是个不知检点、水性杨花的烂女人。原来你就是那个欺负我们家小姐的那个渣男！我打你！何叔，你别生气，你心脏不好，这里我能解决，你先回去休息吧。你可以吗？杜明浩，我本来都不打算跟你计较，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既然这样，那我就要跟你算总账了。行啊，那这些年一桩桩一件件，咱们好好算算清楚。就是这些年你吃浩哥的，用浩哥的，现在想算账啊？那你就把这些年的钱全还给浩哥呀。干嘛？拿不出来啊？你不刚傍上大款吗？让那个干爹替你还呗。你不要欺人太甚。心仪这些年为了你操持家务、生儿育女，你难道不应该赚钱养家吗？你现在反过来问他要钱，你还要不要脸？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一个男小三儿，不对，说不定都男小四、男小五的东西，你有什么脸说话？你那么本事，那你替他还呗。你的意思是，只要给你钱就可以不纠缠心仪是吧？你要多少钱？我双倍给你。你也不怕风大省了舌头？你个打工仔，你拿什么还我？你不用给他钱，该还钱的是他，杜明浩。杨心怡，我还你钱？你疯了！你知道你摔碎的那个玉佩值多少钱吗？一个破烂地摊货，撑死50块钱，你还想要多少？50块，那玉佩值5000万。杨心怡，你疯了吧？你见过这么多钱吗？你张嘴就来，还5000万呢？怎么着？不卖唱改诈骗了是吗？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那么爱慕虚荣，还挺会胡说八道的呀？那是阿姨留给他的遗物，有市无价，5000万都便宜你了。去，组团忽悠我呢？行，你们这对狗男女要是这么不要脸，那可怨不得我了。来啊，大伙儿都来看看，哎，这对狗男女婚内出轨，包养小白脸儿，现在还伙在一起诈骗前夫啊！大家都来看看。我们别墅区还能有这种人？我在这里干保姆这么些年了，也没见过他，说不定啊，就是被人包养的情妇。都看什么看？滚！从前是我眼瞎，没看出来你是这种黑白颠倒、薄情寡义的渣男。你既然不信那玉佩值5000万，玉佩的残渣还在，我完全可以拿去做鉴定。要是你不赔，就等着牢底坐穿吧。可以，鉴定就鉴定，到时候出了结果，我倒要看看谁丢脸，还我坐牢，是笑话。浩哥，他说的这么信誓旦旦，会不会是真的？毕竟他抱上了那个老头的大腿，万一这个玉佩真的价值连城，哎，不会，刚结婚的时候送的，那时候哪认识那么多有钱老头？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鉴定，等鉴定结果出来，我不管你是砸锅卖铁还是怎样，必须1分不少的赔给我。可以，但去鉴定之前，你必须先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跟那个画廊老板道歉，不然这事儿没完。我说过了，你画下架跟我没有关系，你听不听得懂人话？听不懂人话的是你。这么多年，我谨小慎微，从来不得罪人。只有像你这种没爹没妈没教养的孤儿，才会干出这种蠢事。少他妈废话，给我道歉去！我看谁敢让我女儿道歉？我看谁敢让我女儿道歉？杨叔，爸，怎么又是你这个老东西？一个骑电瓶车的，你怎么混进这别墅区的？这是我家。整个别墅区都是我造的，我为什么不能来？倒是你俩是怎么瞒着安保偷偷溜进来的？你也不怕说大话闪腰？你知道这是谁的产业吗？啊，这是海城首富杨国安的。我就是杨国安。你是杨国安？你要是杨国安，那我就是他亲儿子。我可没你这种畜生儿子，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小姨子。倒是你青天白日的跑到我家门口来欺负我女儿，简直是找死！一口一个女儿。
我要不是早就知道她是个孤儿，还真信了你的鬼话。刚才这家的主人我已经见了，是另外一个老头。当初我要跟你结婚，我爸不同意，我才谎称孤儿的。而且我们没必要撒谎，这就是我家的房子，何叔是我们家的管家。杨新野，原来我怎么没发现你那么能编瞎话呢？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是不是？对，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信，是你自己口口声声说不爱我的，现在又弄2个奸夫杵在这儿，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个烂女人的话？就算要信，我也只信佳琪这种好女人的话。那当然了，我可不是他，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可没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男人。好啊，我跟你去画展找老板对质，看是不是因为我直播才下架你的话。你跟我去鉴定中心鉴定，等真相大白，我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好，这可是你说的，你最好把这2个奸夫也都给我带着，到时候如果真的是你的问题，你们所有人都要跪下，磕头赔罪。我说过了，那是我爸，就当他是干爹，他也得去。你去，现在就去。不过咱们把话说到前面，如果你的遭遇跟我女儿的直播没关系，你还有你的小三，都必须给我女儿下跪磕头道歉。对，我同意杨叔叔的话。万一真的和杨欣怡没关系怎么办？我可不想磕头这么丢人。这你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怕什么？肯定是他有问题。行，老东西，就按你说的办，谁不去，谁他妈是孙子！我还没答应呢。好啊，现在就去，走啊！走就走。你给我过来！馆长，是不是他？就是他天天直播丢人现眼，就是他害得我所有的画都被下架了，是吧？说话就说话，放开这脏手！我拉他怎么了？我告诉你们，待会儿你们所有人都要跪下给我道歉。您倒是说句话呀，到底是不是他？一定要是因为杨欣怡，不然我可丢不起这个脸。明明是你自己得罪了海城首富，你拉个女人过来干嘛？什么？什么？怎么可能不是他？我看到这当中一定有误会。你这是有病吧？现在知道答案了，你满意了吗？既然已经知道结果，就兑现你的承诺，给我女儿下跪道歉。给她下跪道歉？你别做梦！我就不跪怎么了？有本事你们打我呀！没想到还有人有这么下贱的要求。道歉！放开！我没错，道什么歉？我告诉你们，想让我道歉，你休想！别以为我不知道，肯定是你们跟这个馆长沆瀣一串通好的，一块坑我是吧？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杜明浩，你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一想到我当初喜欢过你这样的人，我就觉得恶心。觉得我恶心？你凭什么觉得我恶心？啊！不道歉就别想起来。还有你，我虽然没有打女人的先例，但我不介意成为第一个。这蠢货果然害惨了我。放开我！现在还不能跟他撕破脸。他是天才画家，只要得罪的不是海城首富，那迟早会翻盘的。我跪，我跪。对不起，小七，你现在该你了。休想让我道歉，绝对不可能！是你自己答应的下跪道歉，没有任何人逼你。你如此言而不信，怎么教育的好欢欢？教育不好欢欢的人只有你！冥顽不灵。好，那你说，除了他还能有谁？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是你自己得罪了海城首富，人家才下令封杀你。我得罪海城首富？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当中一定有误会。浩哥，他不会真的是海城首富吧？你貌似是偷菜的他。你开什么玩笑？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海城首富开电瓶车出门啊？也是啊，海城首富怎么会骑电瓶车出门？简直是蠢到家了。不管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会信的。你最好有自知之明。我懒得跟你解释，既然我已经陪你来这儿了，你也该陪我去鉴定玉佩。去就去，你一个地摊货你还装上了。但是我告诉
如果鉴定为假，这些年我花在你身上的，你都给我10倍100倍的吐出来。好，如果玉佩是真的，你1分钱也别想少出。怎么样？我就说是假的吧。这条玉佩碎得太厉害，得先进行修复才能鉴定。半个月后再来吧。走。站住！明天离婚冷静期结束，早上9点钟，民政局见。爸，你封杀杜明浩的事儿怎么没跟我提过？哎呀，这种小事跟你说不说都一样。子哥，你想让我解除封杀？他对你都那样了，你还喜欢他？你们别那么紧张，我早就不在乎他，只是欢欢的抚养权我没打算要，我怕杜明浩真的穷困潦倒，那欢欢他……那个小兔崽子，以后要是跟着他爸过苦日子，那也是他该的。可他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哎呀，你就是心太软了。好吧，好吧，那毕竟也是我的亲外孙女儿，要是以后真的成了小乞丐，那丢的也是我的脸。不过咱丑话说到前面，如果他再敢那样不尊重你，连杜明浩带他都别想在海城活下去。解除杜明浩的封杀，现在满意了吗？哼，开车。喂，你说什么？我的封杀令解除了。我就知道，我和海城首富一定有误会。他那样的大人物，怎么会为难我呢？太好了，浩哥，就知道你一定可以。佳琪，无论发达还是落魄，陪在我身边的人一直都是你。我跟你发誓，以后我只爱你一个人。明天我就去跟他离婚，咱马上就领证。好。终于彻底自由了。杨欣怡，你说的自由，就是可以光明正大的撩小白脸是吧？要不是有些人喜欢仗着男女力量差异总是对我动手，我也不至于离个婚也要带人来保护我吧。欣怡，你怎么能这么说浩哥呢？浩哥为什么只打你不打我呀？还不是因为你做的不够好，总惹浩哥生气。没错，为什么只打你？有些人就是这样，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确实，有些人就是从来都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严瑞涵，你走。这就走啦？还想着请你们吃喜糖呢？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吗？好不容易摆脱你这个黄脸婆，我当然要马上迎娶我最心爱的女人了。恭喜！站住！刚才我说话你没听见？我说我俩要领证，我俩要结婚了啊！你什么态度？没什么。我听到了。所以呢，祝你们百年好合，白头偕老，够了吗？真是有病！你不后悔吗？哦，我知道了，你还不清楚吧？我的封杀已经解禁了，现在我依旧是整个海城最年轻、最有才华、最有前途的那个画家。不过很遗憾地告诉你，现在你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为什么要后悔？好不容易离开人渣，我高兴都来不及。杨欣怡，你这嘴硬。毕竟现在欣怡除了嘴硬也做不了什么。离开了浩哥这么好的男人，他也只能和这个农民工在一起。一个二婚的，也就你稀罕。你，他说的对，我就是二婚。那我要是二婚男，那你就是二婚女。不过很遗憾，我前脚在这离婚，后脚我就能找到像佳琪这样的女强人跟我结婚。那你呢？有人要你吗？啊？欣怡，你听我一句劝，这女人啊，离了婚可就不值钱了。你看，这个农民工陪你来民政局，也不想和你结婚吧？没错，
离过婚的女人就是不值钱，不管是这个农民工，还是你那些个干爹，没有人对你是真心，都是跟你玩玩而已。你们，他是要让你们失望了。今天我陪他来呢，就是要等他离婚之后和我结婚。毕竟像她这么优秀的女性，我怕错过。你说什么？你俩要结婚？怎么，就允许你无缝衔接，不允许我找到真爱吗？梁心怡，梁心怡，你可真是越活越回去了。你找个农民工结婚，你丢不丢脸？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喜欢过你。你打啊！从前你打我是家暴，现在我们已经离婚了。你要是再敢动我一下，我告你到牢底坐穿。浩哥，今天是我们大喜日子，就别跟你这个前妻置气了。咱们还没领证呢。你说的对，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不跟你计较。走，领证去。哦，对了，刚才你俩不是说也要去领证结婚吗？怎么，装逼唬我呢？动真格的不敢了是吧？我有什么不敢的呀？领证，走。刚才我真是被气到了，你怎么也不知道拦着我点儿？不争馒头争口气，我总不能让你输吧？我离过一次婚，再离一次没什么，可你是头婚啊，这万一耽误到你以后找对象怎么办？你们愣着干什么呢？电瓶车让人偷了。我已经结婚了，你还对我纠缠不休，是想旧情复燃吗？你想得美！我老公有我了，怎么可能还看得上你这种不守妇道的卖唱女？当初没想到杜明浩这家伙能这么知名画家，便宜了杨希。现在好不容易传出他能离婚了，我可不能功亏一篑。没错，他就是牙尖嘴利。我不过是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罢了，想让你再坐一次我的宝马。毕竟以后跟着这个农民工，就只有坐电瓶车的份儿。我的车马上就到了，就不劳烦一个卖画的造型了。卖画的？你知道什么叫画家吗？老公，你别生气。像他这种人，这辈子都没见过什么艺术品，更不会懂我们艺术家的事。你说的对，但我今天就是要看看这个农民工到底能弄个什么车出来。千万别把你的老头乐开出来，让人笑掉大牙。车到了。严总，夫人，请上车。上车吧。怎么回事？他不是个农民工吗？这车住一天不便宜吧？还专门雇了个演员。怎么着？接下来这1个月，你是打算加班加点的搬砖是吧？杨心怡，以后跟着他，恐怕你也要住工地了。还有，以后在工地上搬砖，可千万别说是我的前妻，我嫌丢脸。杜明浩，你少狗眼看人低。让我来。可他以前你找了个不中用的男人，总是联合外人一起欺负你。现在不同了，有我在，你永远不需要冲锋陷阵，一切有我。弄那么多假伤，你不怕坐牢啊？这些是没给你的医药费。什么意思啊？老公，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不打女人，但是见人除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敢打我？以前是我没身份，但我现在是心仪老公。你要是再敢对他出言不逊，你说一句，我就掰断你一根指头，让你再也画不了你的破画。姓严的，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的画值多少钱吗？多少钱我都赔得起。老婆，我们走。杨心怡，我不会放过你们这对狗男女的！还愣着干什么？送我去医院！哦，好啊。那严瑞涵撒了这么多钱，该不会是什么大人物吧？什么大人物？我亲眼看见他穿的工地的衣服，肯定就是花钱装个大的，指不定欠几十万网贷。妈回来了。二哥，你这手是被谁打的？什么？谁把我爹打了？
杨欣怡跟她那个奸夫呗，我肯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不过今天去医院也不全都是坏事，还有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呀？我怀孕了1个月。该不会是杨欣怡被赶出去的那天晚上？你哎呦，别说了，你现在呀，可是我们杜家的大功臣，我干什么事情可得小心点啊！姑姑，你干什么？你没听到你周阿姨？不对，你新妈妈说她现在已经怀孕了，赶快把这些东西收拾了，万一磕碰到你新妈妈怎么办？就是，你现在是当姐姐的人了，还玩这些破玩意儿干什么呢？以后啊，要学会照顾弟弟。但是周阿姨说，欢欢想玩什么都可以。对，欢欢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毕竟等我儿子出生，你的一切都是我儿子的。你可不能惯着他。以前呀，家里就他一个孩子，没得选。现在我可是有孙子的人了，就不能再惯着这个丫头片子。去，把你的房间收拾出来，以后留给弟弟住。奶奶，让你去你就去。爸爸，我讨厌你们！哼！这死孩子，跟他那个死妈一模一样，真是惯坏了。要不我去劝劝吧。甭管他，趁你还没显怀，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婚礼的事吧。爸，我实在是被杜明浩气得上头了，所以才……女儿啊，这看男人的眼光终于正常了。啊！小妍这么好的男人，你早都应该拿下。杨叔，倒也不用这么说。还叫叔？爸。好，管家，赶紧找一家最好的婚庆公司，给孩子们筹备婚礼。是，算了，我跟你一块去。走。好。爸，可是对不起啊，等我爸晚上回来，我再好好跟他解释清楚。其实不说清楚也挺好的。啊，欣怡，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是真的想和你结婚。可是我二婚。欣怡，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让你看到我，让你成为了别人的妻子。这一次，给我个机会好不好？你对我很好，按理来说我应该答应你。可是我对婚姻实在很失望，好像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到了最后，无非都那样。我知道，我说再多，你都不会轻易相信我，所以我提前给你准备了一些东西。这是……从今以后，我的全部财产都属于你。如果我们离婚的话，我都净身出户，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这不行，这个全部身家1000多亿。我知道这和杨叔比起来可能不值一提，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你永远幸福快乐。所以你真的不是农民工，车是你的，助理也是你的，这么多钱，你真的一点也不心疼吗？给你再多都是应该的。当初如果不是你坚持让杨叔资助我，也不会有我今天。欣怡，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对你好，好不好？这是我们店里的最新款婚纱。你摆那副死样子给谁看的？啊！我和你周阿姨结婚，你不应该高兴吗？肯定是欢欢不愿意帮我拿包，闹小脾气了。就是惯。杜欢欢，今天我要不给你点教训，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住手！妈妈！杜明浩，欢欢可是你的亲生女儿。杨欣怡，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杜欢欢的抚养权是我的，我想怎么教就怎么教，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杜欢欢，给我过来！给你周阿姨拿包怎么了？啊？我还能真打你吗？别跟你那个死妈一样。是。才不是因为拿包，以前我什么都不用做，现在我还得做家务，不做的话奶奶姑姑就要骂我。出门我什么东西都摆不成，我还得照顾周阿姨，周阿姨什么东西都让我拿。你周阿姨怀孕了，你照顾她不是应该的吗？过来！我就不过，我要妈妈。欢欢，之前是你说要跟着爸爸的。不是的，不是的，我没说过。杜欢欢，谁教你撒谎的？妈妈之前是不是教育过你，人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要为自己做的事儿负责？
是你当初说要跟着爸爸，和爸爸一起赶走妈妈，现在又要跟着妈妈吗？难道说你想要跟着谁就能跟着谁，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吗？还不都是你教的好吗？现在他肆意妄为、撒谎成性，不都是遗传你吗？明明是爸爸骗人，奶奶骗人，姑姑骗人，还有周阿姨，你们所有人骗人，是你们让欢欢赶走妈妈的。住口！胡说八道！你现在真是撒谎成性。明明是你自己说喜欢周阿姨，让她当你新妈妈的，不是吗？小孩子嘛，总是想一出是一出。我看欢欢今天一定是太累了才会胡言乱语，要不今天这婚纱咱们先不看了。走，回家。走什么走啊？你们当初赶我走，我并不在意。可今天要是不说清楚是谁带坏了欢欢，谁都不准走。你疯了！除了你这个亲妈，谁能教坏她？你要是教不好她，你也别往别人身上泼脏水。看来是我上次对你教训还不够，谁让你知道的？你是不是还要再断一个指头？欢欢，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欢欢，只要你跟你妈妈说，以后想让周阿姨当你的妈妈，周阿姨以后就给你买很多很多的玩具，好不好？可是欢欢是我宇哥妈妈。怎么会呢？多一个妈妈只会多一个人爱你啊。欢欢，你爸爸呀根本就不喜欢你妈妈，他喜欢的是你周阿姨。不被爱的就是小三儿，难道你想让你妈妈当小三吗？只要你把你妈妈能赶走，奶奶、姑姑还有你爸爸会更加爱你。可是妈妈不要和欢欢怎么办？哎呀，怎么会呢？哪有妈妈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呢？奶奶怎么骗你不成？你们都是坏人，你们骗欢欢！他还只是个孩子，你们为什么要用这么肮脏的手段在他的身上？佳琪，欢欢说的是真的吗？欢欢还是个孩子，孩子说的话怎么能当真呢？一定是这些天你们冷落他了，他才会这样胡言乱语的。欢欢没有骗人，是你骗人！你这孩子，不就是刚刚周阿姨没有给你买巧克力吗？你怎么能胡说八道呢？老公，一定是他们嫉妒你封杀令刚解除，过得越来越好，才想破坏我们家庭的。杜明浩，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我挑唆的欢欢？我跟你离婚之后，什么时候见过欢欢？上哪教他说的这些话呀？这孩子每天玩手机，谁知道他有没有偷偷跟你联系？老公，我对欢欢怎么样你是知道的，我对他有求必应，他从前也是最喜欢我的，现在突然变了性子，一定是有人挑唆。你还真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呀。人家都说后妈难当，我对欢欢已经够好了。我知道你对我抢走浩哥心生怨恨，可是两情相悦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心怡姐，就算我求你了，不要再来拆散我们的家庭了。和我斗，杨心怡你还嫩了点，从前你斗不过，现在也一样。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明明就是你们叫我这样说的，我这样说的，你们也不爱我，只爱赵阿姨肚子里的弟弟。够了，杜欢欢，你真是撒谎成性了。现在你周阿姨一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为什么要冤枉你这个小孩？就是他冤枉我。你这是弃教！我在这儿，你还想打孩子？抚养权在我手上，我爱怎么教也就怎么教，关你什么事儿？怎么，你想抢抚养权吗？之前我以为欢欢更喜欢你们一家，你们也算是照顾欢欢，所以把欢欢的抚养权给你们也没什么。但现在我才发现，你偏听偏信，根本就不在意女儿。这抚养权我跟你抢了又如何？一个小屁孩说的话，你竟然全都相信？天底下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么愚蠢的大人。是，她是我女儿，我为什么不信她？你没事儿吧？之前他把你扫地出门，你难道一点都不恨他？难道我最该恨的不是故意挑唆我和女儿关系的人吗？难道不是故意把欢欢教坏的人吗？早知道欢欢被你们挑唆成这样，当初我就不应该把欢欢留给你。阿伯，你说的对，这孩子绝对不能继续留在这样的家庭。孩子现在还小，还有机会教育改正。如果孩子继续留在这样的家庭长大，那才是害了他一辈子。这抚养权我支持你，跟他争。反正当初挑唆杜欢欢和杨欣怡的关系，也只是想让杨欣怡离婚，不如趁机赶走杜欢欢，还省得以后她跟我的孩子争财产。老公，你做梦！我告诉你，欢欢的抚养权死我也不会给你。你就不怕欢欢越学越坏吗？放屁！欢欢只有跟着你才会越学越坏。你少攀扯我妈还有我姐。欢欢只有跟着我才有更好的物质基础。你没有工作，她一个农民工，你们拿什么养孩子？是我上次撒的钱还不够多是吧？
还是你脑子有问题啊？不管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会接受事实的。也是，像他这种人，他是绝对接受不了他一直看不起的妻子摇身一变变成比他优秀很多的有钱人。他们甚至都不愿意思考，这种花费100万才能进入的婚纱店，我们为什么会进来挑选婚纱？不过我已经习惯他的掩耳盗铃，懒得和他争辩。也是，这种会员制的婚纱店，他一个农民工怎么进来的？难道你们两个胡说八道也有个限度吧？本来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全让你们俩搅黄，也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混进来的。愣着干什么？给我回家！妈妈不想走，我要跟着你妈妈。站住！杜明浩，把欢欢的抚养权给我，我以后好好教育欢欢。那个玉佩你不用赔偿给我了。鉴定结果还没出来呢，你拿那么个破玩意儿就想换她的抚养权，你做梦！老公，杜欢欢的抚养权，他杨欣怡想要就给他吧。佳琪，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居然要把欢欢的抚养权交给他？你不是最喜欢欢欢了吗？我也是为了咱家考虑啊，我肚子里也是你的孩子呀。谁知道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野种啊？你少血口喷人，老公，他污蔑我。你急什么呀？我在骂杜明浩呢，还是说你肚子里怀的真的不是他的种啊？我，佳琪，你不会背叛我是吧？当然不会了，我一直最爱的都是你啊！要不是他杨欣怡当初横插一脚，最早跟你结婚的应该是我。我懒得听你在这放颠倒黑白的屁。不管你们今天说什么，欢欢我带走定了。如果你有意见，那我们就法庭见。欢欢，你走。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要干什么？他把我亲女儿带走了，你到底要干什么？万一那个玉佩真的价值千万，我怎么办？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们不如先退一步，让他带走孩子。万一玉佩是假的，我们再争抚养权也不迟。说的对，不对，那块玉佩不可能是真的，而杨欣怡也不可能是什么首富之女，不然为什么我的这个禁令会这么快就解除呢？可他能进这个婚纱店啊？谁知道他要给哪个有钱的老头当情妇呢？你还不走，等什么呢？今晚是我复出的盛宴，也是公布我们婚讯的大日子，绝对不能耽误，快走！对，绝对不能耽误。过了今夜，我就是全海城最有名的天才画家的妻子，我费尽心机才得到的这一切，他杨欣怡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大人，绝对不可能。这不是去选婚纱了吗？怎么把这个小白眼狼给带回来了？王你还看在孩子的面子上解除他的封杀令，现在看到了吧？他们一家子简直就是王八蛋！董事长，今晚是杜明浩的复出盛宴，正好玉佩的检测报告也出来了。他还想复出？传令下去，我要全面封杀杜明浩全家，我要让他在海城永无立足之地。是。等等，你刚说复出盛宴，那欺负我女儿，教坏我孙女，我倒要亲自去看看，我要怎么复出？杜大画家，我听，我早就说过了，杜大画家天不着绝，看过你的画，都说好啊。您过奖。就是画品见人品，杜大画家画这么好，人品自然也是顶级，怎么可能真得罪首富？一切都是误会。我儿子那可是天才，是你们羡慕不来的。对呀，不仅我弟弟优秀，我弟妹呀更是女强人，这年纪轻轻就年薪100万呢。我怎么记得杜大画家他老婆是个全职太太？哎呦，跟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你看，那才是我现在的儿媳妇儿。来，海城首富杨官董事长携家人前来观礼。怎么回事？弟弟，你邀请首富了？首富家大门朝哪开，我怎么知道？怎么请了？那他怎么进来的？哦，这还不简单了？肯定之前呀，他误会的我儿子只
知道错了。今天呀，是我儿子的复兴宴，他特意赶来给我儿子赔礼道歉的。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毕竟我现在是最炙手可热的饭菜，卖我个面子也是正常。我怎么不知道我会卖你面子？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来这儿是让你赔偿的。赔钱？鉴定结果出来了，这个玉佩按照今年的市场价是5300万，给你抹个零，5000万。杨心怡啊，杨心怡，你哪怕说50万我都会信，5000万，真当自己是首富千金啊？拿这老头当首富呢？首富呢？刚刚不是有人说首富进来了吗？哪儿呢？哼，还真是有眼无珠。我就站在你们面前，你们却对我视而不见。你说谁有眼无珠呢？啊？哦，我明白了，你们假冒首富。好呀，杨心怡，你还真是能耐了。你赶紧滚！要是你冒充首富得罪了真首富，那你可别拖累我们呀！哎，跑！这一家子真是蠢到家了。我爸就是杨国安，还要我说几遍？杨心怡，你说他是他就是啊，那正好。今天在场的全是海城新贵，都是海城的名流。来，诸位，都来长长眼，看看这老头子，他到底是不是杨国安？首富已经很多年没有公开露面过，我没见过，你见过吗？我也没见过。杜画家说这人是假冒的，说不定真是假冒的呢。怎么说？都看到了？你还敢来冒充首富？赶紧滚！看来我是久未出来走动了，大家都不认识我了。小严，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杨叔，但应该都见过我吧？他就是海城新贵身价1000亿的严总严瑞涵。什么？你开什么玩笑？他就是个农民工，怎么可能是海城新贵1000亿总裁呢？杜大画家，别人可能会认错，但我绝对不会认错，因为严总上个月刚赏给我一个大单子，他就是严总本人。你们说杨心怡和这个农民工再婚？不会是他吧？不是，他杨心怡凭什么再嫁就能嫁一个钻石王老五呀？凭什么？这是重点。现在还觉得我和我爸在装吗？就算他是1000亿总裁又怎么样？他说的话就能信吗？指不定是为了他这个二婚老婆撑面子，才指鹿为马说这个老头是首富。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吧？这个女的叫杨心怡，是我老公的前妻，一直对我老公怀恨在心，所以才傍上严瑞涵这个大款来我老公的复出宴捣乱。老公，你别害怕，我马上就报警，让警察来抓他们这些捣乱的。你留在这和他们对峙。放心，我等你回来，速去速回。那男的居然是严瑞涵，不管杨心怡是不是首富之女，他傍上严瑞涵，严瑞涵也不会放过我。得趁现在赶紧跑，这烂摊子就让杜明浩那一家子蠢货收拾。他倒是聪明，想跑。放心，他跑不掉。严瑞涵，别以为你有钱有势就能为所破坏我回归宴。我告诉你，我老婆已经去报警，你们一个也跑不掉。好，我们等着。不过既然我已经证明我的身份，那也就说明我的鉴定书不假。这5000万，你准备怎么给我老婆？我可以接受分期，打欠条就行。 5000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就算他再怎么是天才画家，也拿不出5000万吧？张心怡，你说值5000万，他就值5000万吗？人家堂堂1000亿总裁，总不能坑你这5000万吧？现在还钱吧，还是说你想赖账？我们在哪拿5000万呢？就是把房子卖给你不够。就算你的玉佩值5000万，那你凭什么让我们赔啊？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那玉佩是我们摔碎的？妈，我们现在除了耍赖没有别的办法了，总不能真的拿钱吧？哦，对，哼，你们有证据吗？你们真是够不要脸的！杜明浩，他们想赖账，你好歹也算是个艺术家，你也要赖账吗？儿子，你总不能看着我们一大家子人负债累累、流落街头吧？我妈说的对，
你有证据吗？我以前觉得你是个人渣，但好歹也有份艺术家的风骨在。现在看来，你彻底没救了。少跟我扯那些没用的。要证据是吗？我有。那么急，还给你。这证据够清楚了吧？你怎么会有这段视频？我不是明明已经删了吗？有钱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儿子，怎么办呢？怎么办？杨欣怡，那这样，孩子的抚养权我给你，就当这5000万买的，行不行？现在跟我扯欢欢的抚养权，晚了。那你什么意思？我不仅要欢欢的抚养权，还要你照价赔偿我的玉佩。好歹夫妻一场，这么多年一点情面都不讲吗？我为什么要跟一个人渣谈人情？要么现在立刻还钱，要么就打欠条。非要逼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面祭师吗？你冰天雪地逼我脱光衣服赶我出家门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今天吗？好，你个杨欣怡，欠条是吧？欠条我给你，孩子我也不要了，钱给你，孩子也给你，不要了，我什么他妈都不要了，反正是个赔钱货，我都给你。老子现在已经有儿子了，杜欢欢我不稀罕。你说谁是赔钱货？说的就是你女儿，杜欢欢。那也是你女儿，杜明浩，你真是枉为人父，凭什么打我儿子？你生了个丫头片子，这是事实吧？难道我儿子说错了吗？妈，你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也配当孩子的奶奶？欢欢这些年就是被你教唆坏的，我打你也是罪有应得。杨欣怡，你疯了吧？你自己教育不好你女儿，凭什么怪我妈？没打你是不是？这些年家里最犯贱的人就是你。不愧是我女儿，杀疯了。真是疯了！欣怡，你也是犯贱了。打我就算了，连我妈和我姐你都敢动？打你就打你，还要挑日子吗？嘉欣呢？嘉欣去哪儿叫警察了？今天我一定要告他，我一定要让他坐牢。朱佳琪人呢？该不会是跑了吧？不可能，佳琪说过，他会和我同甘共苦的，他不会抛弃我。你的意思是，他拉着行李箱去机场报警？你什么意思？带上来。佳琪，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要爱我吗？你为什么要抛下我自己跑路啊？老公，你听我解释，我没有想跑，都是他们诬陷我的。先稳住这个傻子，要是这个傻子知道我一直在骗他，那他肯定会打死我。对，他就是太爱你了，所以才会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来让你当接盘侠。你说什么？你没听清楚吗？接盘侠。要不然他这么急着撺掇我们离婚，因为月份再大，肚子可就瞒不住了。他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假的，我肚子里的孩子才1个月，1个月前的那天晚上是你跟我在一起的，你忘了吗？你确定你肚子里的孩子只有1个月吗？那这是什么？是什么？这个是假的，是假的，是他污蔑我的。你非要我把你买通的医生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吗？杜明浩，夫妻一场，我好心提醒你，接盘侠可不好当。贱人！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原来都在骗我！什么叫我骗你？难道这不是你情我愿的吗？当初你和他杨欣怡没有离婚的时候，跟我勾勾搭搭不清不楚，难道是我逼你的吗？朱佳琪，当初是你口口声声说对我不离不弃的，也是你口口声声说那个富二代对你强取豪夺的，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你还真信了他的鬼话。杜明浩，你对我这么绝情，对他倒是纯情的很。你闭嘴！怎么，你能做我就不能说了吗？你非要害得我一无所有，你才满意吗？你搞清楚，你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你们夫妻俩共同欠我5000万。这是欠条。你真的给他签了5000万的欠条？你自己欠的债，你为什么让我背？朱佳琪，夫妻不就应该同甘共苦吗？啊？你还是没搞清楚，他只想跟你同甘，可从来没想过跟你共苦。你说的
不相信，他说的都不是真的，对吗？你说话呀！啊，周佳琪，你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还要来破坏我的家庭？除了你，还有谁会给他肚子里的孩子当便宜爹啊？说，这个野种到底是谁的？你说话！我不知道啊，我要是知道，我至于找你吗？不就是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吗？那我们离婚，好聚好散。你想的挺美，你以为离了婚那5000万就不用还了吗？你怕是还不明白什么叫夫妻共同债务吧？你看杜明浩现在会同意和你离婚吗？老公，你听我说，其实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要不我把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拿掉，我陪你东山再起，咱们好好过日子。怕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杨欣怡？我本来没打算针对你们，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跑到我面前来找事儿，而你们最不该的就是教坏我的女儿，这一切都是你们罪有应得。杨欣怡，你别以为傍上他你就能横着走了，还我罪有应得，不过就是5000万罢了，我卖几幅画就回来了。别以为我过不好，你就能称心如意。我杨国安的女儿就是能在海城横着走，你有意见？你个糟老头子，你还装上瘾了是吧？都到现在了，你都不愿意承认我是海城首富，你究竟是真心这么想的呢，还是不敢承认啊？我有什么不敢的？因为他怕他承认了，他就是真正的有眼无珠，放着我一个首富千金不要，却和一个让他当接盘侠的女人在一起。够了，杜明浩，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认认真真的给我和我爸道歉。我会劝我爸不要封杀你。我没错，我道什么歉？想让我道歉，你别做梦。好，这可是你自找的。传令下去，全国封杀杜明浩全家。是。传令下去，全国封杀杜明浩全家。是。你说封杀就封杀，好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倒是封杀一个给我看看。喂，什么？公司要开除我？喂，难道事情有这么巧吗？杨欣怡他爸真的是海城首富？哎，没事的妈，我摊牌了。我最近呀约会的是一个顶级富二代，我弟呀养不了你，我以后给你养老。喂，什么？你要跟我分手？我弟被海城首富给封杀了，所以你怕得罪首富？喂，喂，好的，老板，我知道了，以后绝对不会买杜明浩的画。喂，你赶紧把杜明浩的画拿去烧了。喂，杜明浩，这回你彻底完蛋了。你怎么得罪了海城首富？他下了封杀令。你说什么？谁敢收你的画，就要让谁破产。你好自为之吧。绝对不可能！你居然真的是首富千金！儿子，我们怎么办？爹，你跟杨欣怡结婚这么多年了，感情肯定是有的，你去求求他好不好？爹，欣怡，是我自己不知好歹，你就放过我好不好？对，欣怡，你看你是海城首富的千金。怎么不早说呢？真是大水冲了王庙，我们还是一家人啊！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可是你们就是不信。我们还是一家人啊！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可是你们就是不信。哎呀，那谁知道你是真的呀？欣怡，以前有什么还不好，你就原谅妈啊，原谅妈。我和杜明浩已经离婚了。我爱这儿子，你快去求求欣怡，毕竟你们夫妻一场，他对您还是有感情的。快去！全都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有今天。你发什么疯？还不是你自己有眼无珠，关我屁事！今天害得我工作都没了，你凭什么埋怨我？老婆，是他，全都是因为他，是他挑拨我们夫妻感情，也是他教坏欢欢的。我把他交给你，随便你怎么教训他。我和你已经离婚了，现在我的丈夫是他，严瑞涵。
不是这样的，老婆。你老婆是你拽着的那个，别乱讲。我也是被骗了，我也不想这样的。那这样，我打死他，我打死他，你原谅我好吗？你住手！老婆，你是不是原谅我了？现在能不能一笔勾销？咱们重新开始，咱们复婚吧。杜明浩，你真让我觉得恶心。打女人就是你唯一的手段吗？他周佳琪不知廉耻当小三是有罪，可你明知道自己有家庭还和他勾勾搭搭，难道你就清白吗？可你明知道自己有家庭还和他勾勾搭搭，难道你就清白吗？从离婚前到离婚后，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是你自己不懂得珍惜。不要拿女人当借口，认清现实，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不是这样的，老婆，我真的不是人渣，我也是受害者，我都是被他骗了，我不应该被他蒙蔽，你原谅我吧，行吗？咱俩去复婚，咱俩现在就……儿子，不知道我女儿身份的时候百般羞辱，现在知道又异想天开的想当首富女婿，你真敢做梦！从你把玉佩交给周佳琪，又亲手把她摔碎的时候，我们之间就已经彻底完了。浩哥，这哪儿来的玉佩啊？看着挺好看的，不如送我吧。杨欣怡给我的，算是定情信物吧。谢谢浩哥。算了，你喜欢就给你吧。佳琪，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算计我，对吗？是又怎么样？要不是你三心二意，我能得手吗？怎么杀了你？保镖，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我再也不敢了。老婆，我求求你了，我们复婚吧。太迟了，杜明浩，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爸，老公，我们回家吧。你叫我什么？老公。好，我们回家。走。妈妈，我错了。你是妈妈10月怀胎生下来的宝贝，哪怕你走个弯路，妈妈也不会放弃你的。以后呢，妈妈会更加用心的教育你，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的。走，我们回家。老婆，我真的错了，这次我一定，再给我一次机会。你是不是想跑？告诉你，6千万要还你还，我是不会看的。你放开我儿子！我们家今天这么惨，都是你给害的，都是你给害的，你给害的！你放开他！弟弟，你快跑把心怡救回来，咱们还有救！放开他！过去种种在今天彻底结束，鸡飞狗跳的闹剧属于你们，而我杨欣怡将迎接崭新的人生。